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岳父70大寿，宾客满堂。我作为女婿，在众目睽睽之下送上了一份大礼，一个精致的 U 盘。大屏幕上，司仪刚要播放祝福视频，画面却突然一转，变成了酒店昏暗的房间。我的妻子林薇和她的男上司在床上翻滚的画面高清无码同步播放，全场死寂，空气仿佛凝固了，连空调的嗡嗡声都显得格外刺耳。几秒钟后，尖叫声和哗然声才像迟到的潮水，轰然淹没了整个宴会厅。司仪吓得魂飞魄散，手忙脚乱地想关掉投影，但遥控器像是被施了魔法，毫无反应。屏幕上2个赤裸的身体还在继续他们忘我的表演，声音被我静音了，但那刺目的画面比任何声音都更具冲击力。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的岳父林国栋，今天的主角，脸上寿星公般的红润笑容瞬间僵硬碎裂，变成了一片铁青。他猛地站起来，指着我，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岳母刘芬则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两眼一翻，直挺挺地向后倒去，幸好被旁边的亲戚扶住。而我的好妻子林薇正站在主桌旁，准备给父亲敬酒。她脸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惨白如纸。他手中的酒杯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红酒泼洒开来，像一滩刺眼的鲜血。武成，你疯了！他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那是一种混杂着惊恐、羞耻和怨毒的嘶吼。他疯了似的朝我扑过来，想抢夺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那是播放的源头。我只是侧身一让，他就扑了个空，狼狈地摔在地上，华贵的礼服沾满了蛋糕奶油和红酒渍。宴会厅里，闪光灯已经开始疯狂闪烁，宾客们的眼神从最初的震惊，逐渐变成了精彩纷呈的八卦、鄙夷和幸灾乐祸。林家的脸今天算是彻底丢尽了。我冷冷地看着这一片狼藉，心中没有一丝波澜。疯了？不，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3年前，我白手起家创立的科技公司新锐正处于研发最关键的时期。为了筹集资金，我卖掉了父母留下的房子，几乎赌上了全部身家。林薇，我相恋5年的女友，在那时嫁给了我。所有人都说我娶到了一个好女人，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不离不弃。我对此深信不疑，把她宠成了公主，将公司30%的股份作为新婚礼物记在了她的名下。婚后，公司发展迅猛，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我以为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结果，是我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最好证明。直到3个月前，我发现了一切，那是一个偶然。我公司的核心技术竟然出现在了竞争对手华科集团的新品发布会上。那项技术代号启明星，是我和团队耗费了无数个日夜才攻克的技术壁垒，是我们公司的命根子。我当时如遭雷击，商业间谍、内鬼，我立刻开始秘密调查。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林薇。我怎么可能怀疑我深爱的妻子？她是一个文科出身的行政主管，对我的技术一窍不通。然而，我请的私家侦探很快给了我一份让我手脚冰凉的报告。报告里没有商业机密，只有林薇，她和华科集团的市场总监张建峰，也就是屏幕上那个男人，频繁出入酒店、公寓、高档餐厅，2人举止亲密，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最讽刺的是，我为了方便林薇，给了他我办公室和我电脑的所有权限密码。他时常会来给我送爱心晚餐，然后在我继续加班时，乖巧地坐在一旁看书。现在想来，那些所谓的爱心晚餐，不过是他窃取我心血的幌子。而张建峰不仅是他的上司，更是华科老板的亲外甥。真相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狠狠扎进了我的心脏。我曾以为的爱情，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我曾引以为傲的贤内助，却是背后捅我最深一刀的敌人。原来她嫁给我，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为了窃取我技术的阴谋。我没有立刻戳穿他们，那样太便宜他们了。我强忍着恶心和滔天的恨意，像往常一样对他温柔体贴。他也一如既往地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每天关心我累不累，叮嘱我注意身体。那种极致的虚伪让我几欲作呕。我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们身败名裂、万劫不复的机会。岳父的70大寿就是我选定的舞台。林家在本地也算有头有脸，林国栋更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今天宾客满堂，社会名流云集，在这里扯下他们的遮羞布，无疑是最好的报复。视频还在播放，我特意剪辑了半个小时的精华版，足以让每个人都看个清楚明白。关掉，快给我关掉！岳父林国栋终于爆发了。他抓起桌上的一个瓷碗就朝我砸过来，我没躲，瓷碗擦着我的额角飞过，碎在身后的墙上，一道血痕从我的额角缓缓流下。我舔了舔嘴角的血腥味，笑了。爸，别激动，这只是我送您的第一份寿礼，后面还有呢。我的称呼让林国栋的怒火再次升级。你个畜生，谁是你爸？我们林家真是瞎了眼，怎么会把薇薇嫁给你这种人？他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破口大骂：你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了，丢脸！我笑意更冷，比起令爱给我戴的这顶绿帽子，比起你们一家子算计我公司财产的阴谋，这点脸面又算得了什么？我的话像一颗炸雷，让刚刚稍有平息的场面再次沸腾。你胡说八道！林国栋脸色大变。我胡说？我走到笔记本电脑前，终于按下了暂停键。屏幕上，林薇和张建峰的丑态定格在那儿，像一幅荒诞的现代艺术品。我拔下 U 盘，举在手中。这个 U 盘里，除了这段视频，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东西。我环视四周，目光最后落在瘫坐在地上的林薇身上。比如，林薇女士是如何利用我的信任，将我公司的启明星项目核心数据分批次用加密邮件发给张建峰的。再比如，张建峰又是如何通过海外账户给林薇赚了500万辛苦费的。林薇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眼神中只剩下纯粹的恐惧。5成，你血口喷人！他尖叫道：你这是伪造，是诽谤！我要告你，告我！我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好啊，法庭上见。到时候我们可以请专业机构来鉴定一下这些邮件和转账记录到底是真是假。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们，我已经以商业侵犯罪向警方报案了。警察同志应该已经在去华科集团请张建峰总监喝茶的路上了。最后一句话我说的风轻云淡，但效果却是毁灭性的。林国栋身体一晃，几乎站立不稳。他看着我，眼神中不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忌惮和一丝恐慌。他是个老江湖，他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如果说出轨只是家事，丢的是脸，那么商业犯罪
丢的可能就是下半辈子的自由了。林薇彻底崩溃了，他爬过来，抓住我的裤腿，声泪俱下：“阿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我是被猪油蒙了心，是张建峰勾引我的，我把钱都还给你，我们不离婚，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好不好？”他哭得梨花带雨，若是从前，我恐怕早就心疼的把他搂进怀里了，但现在我只觉得无比的恶心。我一脚踹开他，力道之大，让他滚出去好几米。好好过日子，林薇，你配吗？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一字一句的说道：“从你决定背叛我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仇恨了。”我的冷酷让林薇彻底绝望。就在这时，一直沉默的我的小舅子林凯突然冲了上来，一拳朝我脸上挥来：“你敢打我姐，我弄死你！”林凯是个被惯坏的草包，整天游手好闲。我公司的车被他开出去泡妞撞坏了好几辆，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面对他的拳头，我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只是轻轻一侧就躲了过去，然后反手抓住他的手腕，用力一拧，咔嚓一声，是骨头错位的声音。林凯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抱着手腕在地上打滚，整个场面已经彻底失控。一些胆小的宾客已经悄悄离场，剩下的都是准备把这场大戏看完的。林国栋看着地上哀嚎的儿子和哭泣的女儿，再看看周围人玩味的眼神，他知道今天林家的脸面已经被人踩在脚下，碾得粉碎。他深吸一口气，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缓缓地朝我走来，眼神阴沉的可怕。武成，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今天把事情做绝了，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丝威胁。好处？我冷笑一声，最大的好处就是看着你们这群卑鄙无耻的人得到应有的下场，这就足够了。你以为你赢了？林国栋死死地盯着我，我告诉你，你还太嫩了，没有了启明星，你的新锐就是个空壳子，不出3个月就会破产。而华科家大业大，就算张建峰进去了，也动不了他的根基。到时候你失去了一切，我们林家顶多是丢点脸面罢了。他说的的确是事实，这也是我之前一直隐忍的原因。华科财雄势大，我手里的证据最多能让张建峰和林薇坐几年牢，但很难对华科造成致命打击。而我的公司失去了核心技术，确实离死不远了，这就是他最后的底牌。他以为我不敢赌，看到我沉默，林国栋以为自己抓住了我的软肋。武成，我们谈谈。他放缓了语气，你撤案，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微微跟你离婚，他名下那30%的股份就当是给你的补偿，我们林家再另外给你一笔钱，500万，够你东山再起了。怎么样？不得不说，这条件听起来很诱人。股份本来就有一半是我的，他所谓的补偿不过是把属于我的东西还给我，再加上500万，对于一个即将破产的公司老板来说，确实是一笔救命钱。林薇也抬起头，眼中燃起一丝希望。阿成，你答应爸爸，求求你了。周围的亲戚也开始七嘴八舌的劝说。是啊，武成，得饶人处且饶人，闹成这样对谁都不好，见好就收吧。林总也是为了你们好，给你台阶下就赶紧下吧。我看着他们一张张虚伪的嘴脸，突然笑了，那笑声越来越大，充满了嘲讽和不屑。岳父大人，您是不是觉得吃定我了？我的反问
让林国栋的脸色再次一沉。我环视全场，然后抛出了我的第一颗炸弹，也是这场戏的第一个反转。你们以为我手里的证据只有林威和张建峰的吗？我打开笔记本，点开了另一个文件夹。林威每一次窃取我的文件都用了加密 U 盘，很不巧，我这个人的电脑装了最高级别的监控软件，任何 USB 设备的接入和文件拷贝都会留下记录，并且自动备份，而备份的服务器在瑞士。我顿了顿，满意的看着林国栋和林威骤变的脸色。更有趣的是，林威在拷贝文件后会立刻跟一个人通话汇报，这个人不是张建峰。我的目光像一把锋利的刀，直直地射向林国栋。爸，你说这个人会是谁呢？要不要我把通话录音也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林国栋的身体猛地一震，那张强装镇定的老脸终于彻底垮了。你炸我？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我有没有炸你？你心里最清楚。我一步步逼近他，从一开始就不是林威和张建峰的个人行为，是你，我亲爱的好岳父，是你一手策划了这场阴谋。你嫉妒我的才能，眼红我公司的前景，但你那个废物儿子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你打起了我公司的主意。你主动撮合林威和他的上司张建峰，你让他利用我的感情去偷我的技术。你许诺他事成之后，让他带着股份和华科的项目，成立一个由你们林家控股的新公司。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但你忘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林国栋的心上。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个惊天的反转给镇住了。谁能想到，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寿星，一个在本地德高望重的长辈，竟然是如此卑鄙无耻的阴谋家。这比单纯的女婿报复妻子出轨要精彩恶毒100倍。不是的，爸，他胡说，你快告诉他，他在胡说。林威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他看向自己的父亲，那是他最后的救命稻草。然而林国栋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嘴唇蠕动，却发不出任何反驳的声音。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承认。你到底有什么证据？他嘶哑着问。证据？我笑了。我刚刚说的通话录音确实是诈你的，我没有那么神通广大，能监控到他的通话。听到这句话，林国栋和林威的眼中同时闪过一丝庆幸，但我的下一句话让他们再次坠入冰窟。但是我有人证。我的目光转向了那个躺在地上哼哼唧唧的废物。林凯，小舅子，别装死了，轮到你出场了。林凯一个机灵，从地上爬了起来，惊恐地看着我。你想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扬了扬眉毛。半年前你赌博输了200万，是谁帮你还的？是张建峰。他为什么要帮你？因为你要帮他看着你姐姐，确保他能顺利完成任务。事成之后，新公司的副总位置就是你的。我甚至还知道，你偷偷录下了你和你父亲的几次谈话，作为你日后要挟的筹码。毕竟以你的德性，怎么可能完全相信你那个精于算计的爹呢？林凯的脸瞬间变得和林威一样惨白。你怎么知道的？他失声尖叫。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他，是我请的那个私家侦探，神通广大，在扎林威的时候顺藤摸瓜，连林凯这个蠢货的底细也摸了个一清二楚。我花了一笔钱，从那个被林凯要挟过的赌场经理手里买到了他欠债和被人帮忙还清的证据，
又用这些证据去逼问了林凯身边的一个狐朋狗友，最后用50万买到了林凯藏在自己公寓保险箱里的录音笔。那个蠢货还真把这种东西当宝贝一样藏着。林国栋看着自己不成器的儿子，那眼神像是要活活吞了他。他明白了，全完了。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自己最瞧不起的儿子竟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5成，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嘶吼道：“你一定要赶尽杀绝吗？是你们先对我赶尽杀绝的。”我冷冷的回应，我不再理会他，而是拿出了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喂，王队吗？寿宴有点热闹，但我想你们可以准备收网了。对，人证物证俱全，地点是帝豪酒店，我等你们。挂掉电话，我看着林家3口那灰败如死灰的脸，心中涌起一股报复的快感。但这还不够，我要的不仅仅是让他们坐牢，我要让他们倾家荡产，一无所有。我转过身，面向那些还没离场的宾客，其中有好几位是商界的头面人物，也是华科的间接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各位，好戏看完了，现在我们来谈谈生意。我的语气恢复了商业谈判时的冷静和锐利。大家都知道，华科即将发布的新一代芯片是基于我的启明星技术。我已经向法院申请了专利侵权诉讼，并同时向证监会举报了华科集团涉嫌财务造假，用窃取来的技术虚构公司资产和未来盈利，欺骗投资者。我敢保证，不出3天，华科的股价将会一泻千里，甚至直接被勒令退市。届时，各位的投资恐怕会血本无归。此言一出，全场哗然。如果说林家的丑闻只是饭后谈资，那么这番话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了。吴总，此话当真？一位姓李的老总立刻站了起来，脸色凝重。他投资了华科一个相关项目，金额不小。当然，我从公文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是我的律师团队准备好的材料复印件。李总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份诉讼材料，证据链绝对完整。李总身边的几位商人立刻围了过来，争相传阅那份文件。他们的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他们都是人精，一眼就能看出我不是在虚张声势。这意味着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即将席卷华科，而他们如果不及时抽身，就会被一同卷进去，粉身碎骨。吴总，你今天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李总沉声问道。我的意思很简单，我笑了。华科会倒，但我的新锐不能倒。我需要资金盘活我的公司，并且启动第2代技术的研发。我有技术，有团队，我缺的只是钱。我顿了顿，抛出了我的橄榄枝。在座的各位都是有远见的投资人，与其看着钱在华科那艘破船上打水漂，不如现在跳船，投资我这艘即将扬帆起航的新舰。我愿意出让新锐20%的股份，换取5000万的融资。先到先得。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是比之前更热烈的骚动。商场之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前一秒，他们还在看我的笑话，这一秒，我已经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他们很清楚启明星技术有多大的价值。现在，华科这颗雷马上要爆，而这项技术的合法拥有者正站在他们面前寻求合作，这是一个绝佳的抄底机会。吴总，我投1000万。李总第一个表态。吴总，我华盛集团投1500万。
还有我，算我一份。看着那些刚刚还和林国栋称兄道弟的商人们，此刻正众星捧月般的围着我，我嘴角的笑意越来越深。而林国栋这个刚才还高高在上，企图用钱打发我的寿星公，此刻却像一个被时代抛弃的垃圾，孤零零地站在原地，无人问津。他的身体摇摇欲坠，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像是破旧的风箱。噗！一口鲜血从他嘴里喷涌而出，他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摔在地上，人事不省。宴会厅里再次陷入混乱，救护车的鸣笛声和几分钟后赶到的警笛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林家覆灭的交响曲。警察带走了还在哭天抢地的林威和面如死灰的林凯，医护人员则将昏迷的林国栋抬上了担架。刘芬疯了一样扑在担架上，哭喊着丈夫的名字。一场盛大的寿宴最终以如此戏剧性的方式惨淡收场。我站在一片狼藉的宴会厅中央，仿佛一个冷眼旁观的导演，欣赏着自己亲手编排的杰作。李总等人已经和我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定好第二天就详谈融资细节。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敬畏。我知道，从今天起，没人再敢小看我5成。我走出寿宴会厅，外面的空气前所未有的清新。然而，我并没有感到大仇得报的狂喜，心中反而是一片空落。3年的婚姻，10年的感情，终究是一场泡影。我曾经深爱过的那个女孩，那个在我吃泡面时会心疼的掉眼泪的女孩，原来只是一个演技精湛的演员。是悔，是憾，也是一种解脱。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我的律师发来的信息：吴总，张建峰已被控制，华科集团董事长想立刻见您，他什么条件都肯谈。我看着信息，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什么条件都肯谈？晚了，我想要的从来就不是钱，而是公平，或者说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回复他，让他准备好破产清算吧。关掉手机，我驱车离开。我没有回家，那个充满了谎言和背叛的房子，我1秒也不想多待。我去了成交的墓地，父母的墓碑前，我放上了一束雏菊。爸妈，我没给你们丢脸。我轻声说，房子我很快就能再买回来了，公司也会比以前更好。夜风吹过，松涛阵阵，仿佛是他们的回应。我跪在墓前，这个在寿宴上算计一切、冷酷到底的男人，终于在此刻流下了2行清泪，为我逝去的青春，为我错付的真心。第二天，整个城市的新闻都被引爆了。豪门寿宴上演惊天丑闻，女婿当众播放妻子不雅视频，商业间谍案浮出水面。华科集团高管与合作方家属联手窃取商业机密，新锐科技创始人绝地反击，昔日岳父竟是幕后黑手。新闻铺天盖地，华科集团的股价在开盘后的1分钟内直接跌停，无数股民哀嚎遍野。证监会的调查组和警方的专案组同时进驻华科，整个公司陷入瘫痪。我与李总等人的融资谈判异常顺利，他们急于和即将沉没的华科切割，并且想搭上我这条新船。不到1天时间，6000万资金到账，比我预期的还要多。有了这笔钱，我立刻召回了被我遣散回家的核心团队。当我把融资成功的消息告诉他们时，办公室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这些日子以来，笼罩在所有人头顶的阴云终于散去了。1周后，
林威和张建峰以涉嫌商业侵犯罪被正式批捕。面对我提供的确凿证据链，他们连狡辩的机会都没有。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林凯因为是从犯，并且有检举立功，我引导他主动交出录音笔，可能会判得轻一些。但对于他这种废物来说，几年的牢狱之灾也足以毁了他的一生。而林国栋，那个老谋深算的始作俑者，却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寿宴上急火攻心，导致了严重的中风。虽然抢救了过来，但却全身瘫痪，口不能言，彻底成了一个废人。他被接回了家，由同样精神恍惚的刘芬照顾。林家的别墅、豪车，因为要偿还公司的债务和赔偿，很快被法院查封拍卖。昔日的风光，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我曾去探望过他一次，他躺在床上，歪着嘴，流着口水，眼神空洞地看着天花板。看到我来，他浑浊的眼球剧烈地转动着，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怪声，充满了无能的愤怒和绝望。刘芬跪在我面前，求我放过他们。我只是冷漠地看着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轻声说：你策划这一切的时候，想过有今天吗？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应得的报应。说完，我转身离开，再也没有回头。华科集团最终没能撑过去，宣布破产。我抓住这个机会，用极低的价格收购了华科一部分优质的生产线和技术专利，进一步壮大了新锐的实力。一切似乎都尘埃落定了，我赢了，赢得彻彻底底。我以为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命运似乎总喜欢开一些残酷的玩笑。就在我准备大展拳脚，带领新锐走向新高峰的时候，我的律师找到了我。他交给我一份文件，是林威在看守所里托他转交的，不是信，而是一份离婚协议和一份股权转让书。他什么都没要，自愿放弃所有财产，包括那30%的股份，无条件归还给你。律师说道。他说他只有一个请求，想见你最后一面。我本能的想拒绝，我已经不想再看到那张虚伪的脸，但律师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主意。他说：吴总，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比较好，他的状态很不对劲，而且他反复强调，有一件关于你父母的事情必须亲口告诉你。我的父母。我的心猛地一沉。我父母在5年前死于一场车祸，肇事司机醉驾，当场死亡。事情早就盖棺定论了，这和他能有什么关系？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我的心头。在看守所的会面室里，我再次见到了林威。不过短短1个月，他像是变了一个人，卸下了精致的妆容，褪去了华贵的衣裳。他穿着一身囚服，素面朝天，头发枯黄，瘦得脱了形。那双曾经满是算计和风情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看到我，他没有任何激动的情绪，只是平静地看着我，嘴角甚至扯出了一丝苦涩的笑。你来了，我父母的事是怎么回事？我开门见山，不想和他有任何废话。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几乎失去耐心。然后他缓缓开口，说出了一段让我如坠冰窟的往事。武成，你还记得你父母出车祸那天，你为什么不在他们身边吗？我的大脑嗡的一声。那天我原本是要陪父母去林氏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但是临出发前，我接到了林威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哭着说，他急性阑尾炎犯了，肚子疼得厉害，让我赶紧去他家。当时我们正处于热恋中，
我心急如焚，立刻跟父母道歉，说改天再去看他们，然后第一时间开车冲到了他家。结果他只是普通的肠胃炎，休息了一下就好了。也就是在我陪着他的时候，我父母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车祸。这件事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无数次的想，如果那天我跟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就能提醒父亲开慢一点？是不是就能避免那场灾难？那天我没有生病。林薇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却带着最沉重的力量。是我爸林国栋让我那么做的。我的呼吸瞬间停止了。你说什么？5年前你刚刚成立公司，但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我爸那时候就觉得你不是池中之物，但他更清楚，以你父母对你的爱，他们会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他们不会允许任何人算计你。林薇的眼中流下了2行清泪，那泪水里不再是表演，而是真正的悔恨。所以他必须除掉你的后盾，让你变得孤立无援。那场车祸不是意外，那个所谓的醉驾司机是我爸花钱找的一个赌徒，一个烂人。他欠了一屁股债，我爸给了他家人一大笔钱，让他用自己的命换你父母的命。而我的任务就是在那一天，无论用什么理由，都必须把你从你父母身边调开。轰隆，我的世界彻底崩塌了。我感觉不到愤怒，感觉不到悲伤，只有一片刺骨的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贪婪，是为了钱，为了技术。我从未想过，在这场阴谋的起点，竟然是我父母的2条人命。那不是商业犯罪，那是谋杀。我死死地盯着林薇，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为什么？为什么要现在才告诉我？因为我快要死了。他惨然一笑。我被查出了胰腺癌，晚期，没几天好活了。所以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里。这算是你对我的报复吗？他看着我，你毁了我们家，毁了我爸，毁了我的一切。现在我用这个秘密来毁掉你剩下的人生。5成，我们都成了魔鬼，我们都回不去了。这样是不是很公平？他笑着，泪流满面。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爱过，也曾经恨过的女人。这一刻，我心中只剩下无尽的荒凉。他赢了，他用最残忍的方式赢了这最后一场。他成功的在我心中种下了一辈子都无法拔除的毒刺。我踉跄着走出看守所，阳光刺眼，我却觉得浑身冰冷。报复的快感，胜利的喜悦，在这一刻都变得可笑而无味。我赢了全世界，却发现自己早已输得一无所有。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把自己关了整整3天。3天后，我走了出来，我的眼神恢复了清明，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林薇想用这个秘密毁掉我，她错了。她只是让我明白，有些仇不是让他们坐牢，不是让他们破产，就算报完了，我要让林国栋，那个毁了我一生的罪魁祸首，在无尽的绝望和恐惧中活着赎罪。我撤销了对林薇的部分起诉，不是原谅，而是因为他即将面临的死亡已经是比法律更严厉的审判，而我需要他活着，做我的证人。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和金钱，为林薇申请了保外就医，并把她安排在最好的私人医院，用最昂贵的药物延续她的生命。我要让她活着，亲眼看着。然后我以故意杀人罪重新起诉了林国栋。我把林薇提供的所有线索交给了警方，我花重金聘请了全球最顶尖的侦探团队，去挖那个所谓的肇事司机的社会关系。
去查他家人那笔钱的来源。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诉讼。5年过去了，很多证据都已湮灭，林国栋瘫痪在床，无法接受审讯。所有人都劝我放弃，连我的律师都说胜算渺茫，但我没有。我的人生已经没有了退路，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为父母讨回公道。我把公司的日常管理交给了职业经理人，自己则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官司中。我变卖了部分资产，悬赏1000万，寻找当年的知情人。整整1年，在这1年里，我走遍了那个赌徒生活过的每一个角落，见过了上百个和他有过交集的人。我的执着终于换来了回报。一个当年参与处理后事的远房亲戚，在巨额赏金的诱惑下，说出了一个关键细节：那个司机在出事前买了一份巨额的意外保险，受益人是他刚刚成年的儿子。而那份保单的付费账户，经过层层追踪，最终指向了一个和林国栋有生意往来的空壳公司。这是最关键的证据，铁证如山。法院最终开庭审理，林国栋作为被告，被医护人员用轮椅推上了法庭。他依然口不能言，全身瘫痪。林威作为最重要的证人，也坐着轮椅，被推上了证人席。他的生命已经被药物耗到了尽头，整个人瘦得像一具骷髅。当法官宣读判决书，认定林国栋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其无期徒刑时，我看到林国栋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终于流下了眼泪，那是绝望的泪。而旁边的林威在听到判决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解脱笑意。他的生命在这一刻走到了终点。法庭外，记者蜂拥而上，我没有理会他们，径直驱车，再次来到父母的墓前。夕阳的余晖洒在墓碑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爸妈，我们赢了。我靠着墓碑坐了整整1夜。天亮时，我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所有的爱、恨、悔、憾都随着那东升的旭日烟消云涕散。我的前半生为复仇而活，我的后半生该为自己了。我回到公司，召开了董事会，宣布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我将捐出我名下新锐90%的股份，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会，用于资助那些像我当年一样有才华却缺少资金的年轻创业者，以及为遭受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剩下的10%足够我过上富足的生活。李总他们都以为我疯了，但我知道我从未如此清醒。钱、权、商业帝国，这些曾经我执着追求的东西，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早已失去了意义。我用了最惨痛的代价赢得了这场战争，但我不想成为下一个林国栋，一个被欲望和仇恨吞噬的怪物。从今以后，我要让新锐的技术去创造价值，去帮助更多的人。这或许才是我父母真正希望看到的结局，也是我对自己最好的救赎。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